早就迈入老登行列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，亲口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他的忘年交。这句轻描淡写的话中蕴含的分量，让罗伯特和瑞秋惊得说不出话。罗伯特最清楚已经成为法定继承人的史蒂夫究竟有多大的分量，就连他全家加起来也抵不上史蒂夫这么一句话来的重。眼前这个名叫安迪·陈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能耐？既然姓氏为陈，那就基本可以确定眼前的亚裔年轻人是华人，华夏最顶的富豪，身价也不过1000亿美元级别，甚至可能都还没能突破1000亿。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执掌的财富帝国何止万亿美元，这其中的差距可以说是天上地下。叶晨此时倒是大方得很，直接走上前向罗伯特伸出手去，微笑道：罗伯特是吧？听史蒂夫说起过你，听说你在斯坦福很出名。叶晨随意而出的一句话，又让罗伯特心中一怔，这是因为他竟然敢对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直呼其名。且不说后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单就这年龄悬殊，一个年轻人也不能如此随意地直呼一个老人的名字吧。带入到华夏，就像一个20岁年轻人十分自然的称呼一个60岁老人长海、树生、大有。平心而论，这已经有点失礼了，但叶晨哪管这些去了，没直接叫史蒂夫老家伙就已经很给面子了。而且史蒂夫自己都没感觉到任何不妥，相反，他觉得叶晨直呼自己名字，这本身就透着几分亲近。从他的角度看，叶晨早就不是什么忘年交了，这是忘年父。叶晨对自己越客气，自己反而觉得浑身刺挠不得劲儿。史蒂夫见罗伯特惊得呆愣当场，立刻上前有些严厉地敦促一句：罗伯特，安迪跟你握手呢，你这样傻愣着未免太不礼貌。这一句话把罗伯特吓得腿软，这一刻叶晨到底什么来头他已经不敢猜了，于是赶紧双手去跟叶晨的单手握手，紧张又惭愧地说：对不起陈先生，我刚才脑子有些失神，可能是今天训练太累了，希望您不要见怪。叶晨坦然接受了罗伯特的道歉，微笑着说：不碍的，都是年轻人，倒也不用这么客气。说罢，叶晨看向他身边一直傻愣着的瑞秋盖蒂，笑着问道：你的女朋友不知道怎么称呼？罗伯特赶紧介绍道：陈先生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瑞秋盖蒂，她是迈阿密盖蒂家族的后代。瑞秋也完全摸不准眼前这位年轻的大神什么来头，只觉得这个包厢里似乎他才最大，于是连忙主动伸出双手，身体微弓着对叶晨说：陈先生您好，很高兴认识您。叶晨明知瑞秋一定有华人血统，却故意调侃他道：盖蒂小姐太客气了，我看盖蒂小姐似乎有亚洲血统，难道是日本人？不是不是，瑞秋赶紧摆手，脱口道：我的外婆是100%的华人血统，我的外公有一半华人血统，严格来说，到我这一代，身体内还有37.5%的华人血统，不过因为我长得比较像我妈妈，所以看起来华人血统更明显一些。叶晨故作惊讶地笑道：哎呀，原来还是1/3的同胞，真是太好了。说完，叶晨转身看向史蒂夫，一副领导吩咐小弟的语气说道：史蒂夫，以后一定要多关照一下盖蒂小姐，当个事儿办。史蒂夫二话不说，立刻恭敬地说道：陈先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罗伯特完全失去了表情管理，嘴巴大到能看到嗓子眼，瑞秋也完全蒙圈了。叶晨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分量越来越重，一开始还觉得好像史蒂夫对他格外重视，现在看哪是重视，分明是尊重，甚至有些恭敬和殷勤。
叶晨随后对两人介绍起了林婉儿，淡淡笑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妹妹，安娜晨，我有兴趣让她来斯坦福读书。如果她来的话，以后在斯坦福还要有劳你们两位多多关照。”瑞秋赶紧表态：“陈先生放心，在斯坦福有任何问题，我和罗伯特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忙。”罗伯特也回过神来，赶紧向林婉儿伸出手去，恭敬地说：“陈小姐您好。”叶晨直接把她的手推到一边，淡淡道：“态度到了就行，握手就不必了。”林婉儿忍不住用纤细的手指捂着嘴窃笑一声。罗伯特虽然有些尴尬，但一想到连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都对叶晨恭敬有加，自己也就别玻璃心了。史蒂夫这时候微笑着说：“陈先生，您看咱们要不要先落座，然后边吃边聊？”“好啊。”叶晨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一副自己才是东道主的姿态，对着罗伯特和瑞秋淡然笑道：“来来来，坐下边吃边聊。”罗伯特和瑞秋对视一眼，赶紧恭敬点头，但眼见史蒂夫都不敢先坐下，他们也都老老实实在餐桌边站着，想等叶晨先落座。叶晨一边带着林婉儿坐下，一边微笑着对三人说：“你们都别这么拘谨，来，都坐吧。”史蒂夫听到这话，才立刻笑呵呵的在叶晨另一侧坐了下来，然后才对依旧站着的罗伯特和瑞秋说：“你俩别愣着了，快坐吧。”罗伯特心里已经完全搞不懂了，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心思很重、脑子很活泛的人，不具备太强的政治头脑，此刻只觉得蒙圈，所以什么都谨小慎微，也失去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。瑞秋倒是从小被母亲专注培养，心智比一般人要成熟得多，但成熟也是有限度的。这题对中学水平的罗伯特来说超纲，对大学水平的他来说也超纲。他脑子里闪过无数种推断，想过叶晨可能是华夏顶贵的后代，但又觉得那也不至于让史蒂夫这么卑微。美利坚大统领在史蒂夫面前也不敢这么呼来喝去的。他也想过叶晨可能有什么史蒂夫不可告人的把柄，但怎么想也都觉得不合理。爱泼斯坦那事儿闹得够大的吧，那把柄算是顶天了吧，可最后除了那老头自己凉了之外，也没谁真受到牵连。那些人都不怕把柄，史蒂夫还有啥好怕的？瑞秋脑中胡乱猜测了一通，但最后都被自己推翻，这也让他对叶晨的身份更加好奇，甚至到了抓心挠肝的程度。五人都落诏之后，史蒂夫便将精美的菜单递给了叶晨，恭敬地说：“陈先生，您看看吃点什么？”叶晨没有接菜单，而是随口说道：“吃什么都无所谓，你去一趟后厨，看看今天什么食材最好最新鲜就安排安排吧。”罗伯特忽然感觉屁股像扎了针一样的，他觉得叶晨简直把自己这个大爷爷当成了佣人一样呼来喝去，大爷爷都这般待遇，自己这个侄孙哪有资格坐着？这不是倒反天罡吗？史蒂夫倒是自然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我这就过去看一下。”史蒂夫知道叶晨的心思，想让自己把罗伯特也带出去。他正想招呼罗伯特，坐立难安的罗伯特已经主动站起身来，紧张兮兮地说：“史蒂夫爷爷，我跟您一起去吧。”史蒂夫一脸孺子可教的点了点头，算这小子有点眼力见，自己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都去后厨点菜了，他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辈，要是还坦然的坐在这里，这家伙的情商基本就废了。于是他招呼罗伯特道：“那罗伯特，你跟我一起。瑞秋，你留下陪陈先生和陈小姐吧。陈先生说了，你们也算是同胞，可以多聊一聊。”瑞秋自然求之不得，
赶紧起身恭敬地说：“好的，罗斯柴尔德先生。”